这是二战时期最传奇的10人组。机组人员平均年龄不到20岁，但他们已经参加过27次轰炸任务，并且在美军中保持着零伤亡的记录。1934年的夏天，大量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去轰炸德国，因为德国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以及最猛烈的防空炮火，所以很多机组人员被击落，他们永远回不来。由于当时紧张地国际形势，为了压制德国，英美两国采用24小时作战模式轮番轰炸，白天是美国飞机前去轰炸，深夜是英国飞机前去轰炸，德军陷入白天不瞌睡，晚上睡不成的境地。而此时的美军空军基地孟菲斯美女号已经完成27次轰炸任务，仍然毫发无损。如果10名朝气蓬勃的机组成员再完成1次任务，大家就可以功成身退回家。开战前夕，大家还可以在宿舍嬉戏打闹，或者在草坪上打橄榄球。怎知这时轰炸机陆陆续续回来，一架轰炸机由于受损严重，导致一边的起落架没法放下，轰炸机直接降落在跑道上，随即爆炸，机组人员无一人生。飞行员们看着战机的残骸，心中难免多了些忧虑。晚上，军方给轰炸机组员们举办酒会，为接下来的任务加油打气。上级不知从哪里请来了一群姑娘，直接给组员们发放起福利，喝酒的喝酒，跳舞的跳舞，甚至有人直接谈起了恋爱。这般尽情的狂欢，也是为了排解大家紧张的情绪。年轻小伙对着美女号聊起天，还有队员化绅士干架，带着美女往机舱里冲。终于疯狂一晚上的飞行员要干正事了。长官宣布这次内容目标：袭击给 FW-190战斗机生产配件的兵工厂。一听要去德国，大家一阵唏嘘，因为那里有德国至关重要的工业城市，算是战斗机的心脏。空中防卫自然是相当严密，不仅有着独立的战机编队，甚至整个城市内部遍布着大大小小500多个防卫队。这次任务可以说是9死1生，巨大的难度引得在座的机长们连连叹息。机组成员们听说之后也不由得破口大骂，可再艰难的任务他们也必须完成，因为失败就代表着死亡。第二天，此时地勤人员开始忙碌地装备着飞机，一枚枚航空炸弹被挂在入舱油箱的内部，机组成员紧锣密鼓地为他们检查修理。机枪、无线电，每一项都要仔细检查，生怕出现一丁点的纰漏。所有人的心情紧张到了极点。然而就在他们准备出发时，通讯士兵突然跑来拦住他们，仪器检测到目标上方厚重的云层，他们的任务被暂时推迟。大家紧张的情绪似乎放松了许多。刚好趁着这个机会，机组成员们贪婪地享受着暴风雨前的宁静。在紧张又无奈的等待之后，起飞的命令终于下达，机组成员们迅速归位，去完成这最后一次旅途。B-17轰炸机群向位于海峡彼岸的德国不来梅兵工厂迈进。机群中还有一个特殊的存在，就是已经完成过27次轰炸任务的孟菲斯美女号。只要他们能顺利完成任务，就能创造历史。机组成员们可以不用再参加战斗。此时飞机群爬升到1万英尺高的天空，纷纷向着目标进发。可是由于云层过多遮挡视线，孟菲斯美女号差点撞上了另一架轰炸机。好在机长丹尼及时反应，化险为夷。不过这次的意外给他们增添不少心理负担，他们最后一次的任务似乎没有那么顺利。很快护航机加入了他们，这也预示着他们即将进入德国领空。机组人员开始进入戒备状态。不久后，刺激的事情发生了。4点钟方向发现多架德军 FW-190战斗机，大家立马打起12分精神。已经就位的机枪手等待着发号施令。不久 P-40首先上去迎战，双方猛烈的缠斗起来。轰炸机的机枪手当然不是吃素的，一番你来我往的扫射后击落一架敌机，这瞬间点燃了机组人员的斗志。但是随着敌机的猛烈偷袭， P-40显得有些力不从心，很快便被命中机冒烟，引擎随后发生爆炸，爆炸波及到孟菲斯美女号，紧随其后的它被浓烟遮挡住视线。危机时刻，机长加速飞行冲出浓烟区，可占完便宜的德军打完就跑。战斗机护航编队也迅速返回轰炸机群，12架战斗机一场仗下来只剩4架。护航机此时燃油已经消耗一空，不得不退出战局返回基地。此时没有护航机的轰炸机更加危险。还没来得及喘口气的机群，在6点钟方向又发现德军战机朝着他们冲来，侧翼重机枪立即朝着他们开火。完全依靠自身火力的轰炸机群被速度极快的109战斗机穿插进来。他们这次盯上了接任长机的吉利号，从孟菲斯美女号身下飞速而过时，重机枪直接削掉吉利号机头。轰炸机还在继续前行，飞行员连降落伞还没来得及打开，吉利号就晃晃悠悠朝着地面而去。整个机组人员的情况可想而知。而绕场一周的德军战斗机再次袭来，战机正在掉头瞄准时，机械故障卡住，这可要了老命。队员大叫着，其余人赶紧来支援。就在副驾驶赶来时，危机解决了前来的战斗机，另一架战斗机朝着他们急速而来，经过重机枪的疯狂扫射，命中他们侧翼，同时机枪手也被他们击中倒地。他害怕地大叫起来。旁边的另一名机枪手检查过后，嘲笑地告诉他只是擦破了皮而已。缓过神的机枪手这才看见，原来地方击中了他的口琴。此时他们已经飞入市区上方，机长立刻命令全体人员穿上防弹衣，开启轰炸机自动驾驶模式，命令投弹手瞄准地面投掷炸弹。但是云层太厚，投弹手一直没能找到目标。短短几分钟，他们马上要错过投弹区。就在投弹手准备投下炸弹时，机长下令放弃投弹，并通过无线电告知全体机组人员，
在无法判断地面目标的情况下，不能伤害无辜的平民。就这样，他们在前方掉头，重新飞越目标上空寻找机会。而此时，德军战机群也陆续赶来，一枚枚航天炸弹朝着地面呼啸而下，冰雹一样密集又恐怖的航天炸弹轰炸地面。终于完成任务的几人开始庆祝，连投弹舱还没来得及关闭时，德军的战机群已经朝他们而来。副炮手想要反击，结果遇上了机械故障，紧接着就是一声激烈的惨叫。队员赶紧打开舱门查看情况，发现副炮手正紧紧地抓着缝隙，还没等队员把他救上来，德军的一发炮弹袭来，机舱瞬间燃烧起来。队长丹尼被击中晕倒在地，剩余队员手忙脚乱地赶紧救人。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，德军战机穷追不舍，垂直尾翼被打掉，4号发动机开始起火，再不想办法，整个机翼就要断掉。慌乱中，副机长提议空中灭火。机长告诉大家坐稳扶好，飞机开始高速下落。在飞机疯狂的摇晃中，4号发动机着火位置被熄灭。此时2名机长合力把飞机拉平，大家这才长出一口气。但危机还没有解除，4台发动机已经被烧坏，剩下2号、3号2台能用。如果以现在的飞行速度，需要3个小时才能飞回基地。飞机燃料持续不了这么长时间，更何况受伤的丹尼也等不了那么久。但是大家为了节省燃料，纷纷丢掉不必要的装备。此时机场内都在翘首以盼飞行员们的归来，但眼前一架又一架的轰炸机陆续返航，迟迟未见孟菲斯美女号的身影。此时受伤的队长丹尼醒了过来，当他看到基地的机场时，下令放下起落架，而危险再次发生。由于电路受损，只能方向一边的起降落，独角机式的降落可能直接导致机毁人亡。机长立刻派出2人去手动摇下另一边的起落架，但是2台发动机又坏了一台。此刻飞机越来越接近跑道，起落架还没有完全放下来，大家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基地里的人也跟着一起揪心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就在飞机接近地前的一刹那，起落架刚刚好的放下，千疮百孔的孟菲斯美女号安全着陆，大家纷纷跑向孟菲斯美女号，机组人员也欢呼起来。10名队员一个没少的平安回家，劫后余生的喜悦难以掩饰。地面众人围过来，一起欢庆着胜利的时刻。10人组的最后一次任务圆满完成，这一刻他们凭借努力创造奇迹，同时也创造了历史。这是1990年上映的一部影片，没有太多大场面，朴实无华的手法把战争残酷表现得淋漓尽致，同时也展现出这群年轻人的乐观向上、英勇无畏。